那我看你这么没心没肺、客观冷静的样子，你跟你先生签了？行啊，你都结婚了，关你屁事。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且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荣耀80系列 AI Vlog 视频大师邀您观看精彩剧集。好吃又好玩，奥利奥邀请您观看《爱的28定律》。无糖零卡劲爽好喝的百事可乐无糖，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这说来说去，都得怪你。怪我？假如你肯答应嫁给我，我又何必离4次婚呢？你说是不是？你个老丁啊，离了4次婚还不乖？只要你肯答应，我保证乖。秦律师，我跟丁子这边有点事谈，麻烦你回避一下。好，你们聊，我不打扰你们。方便吗？没事。来，老丁说正事儿。啊，这次呢不是我的事儿，是我女儿。芳芳啊，她怎么了？我女儿要结婚了。我女儿很优秀的。上高中的时候，我就送她去了加拿大。她在国外念书啊，那是真的努力啊。除了第1年要过这个语言关，之后每一年成绩都是 A， 拿着全奖考进了名校啊，根本就不需要我操心。现在她有自己的投资公司，有自己的家居代理公司，这衣食住行，一切都是她自己赚来的呀。这个丫头100%继承了我的商业头脑。老丁，你说的这个女儿是我认识那个吗？废话，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哦，你不要以为我喜欢美女就是不正经，我很正经的。我每次只喜欢一个人。我和我第一个太太结婚30年，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啊。咱家芳芳不买包不追星，现在洗心革面开公司啦。小金律师啊，你有多久没见芳芳了？得有2、3年了。啊，这不就对了，人是会变的。芳芳做投资还是有点眼光的，投了几个小项目，都赚钱了。哎呀，但是在看男人这件事情上，没有继承她妈妈的眼光哦。曹总，您的咖啡，请慢用。谢谢亲爱的。工作还多吗？快了，我答应你的，今天晚上要给我亲爱的芳芳煎牛排。
有觉悟嘛，小曹。我一直都在寻找真爱啊，可是真爱难寻。这个世界上像我这么坦诚的男人很少了，那帮臭小子一个一个，到底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人，真的不知道。我这个女儿，单纯的像片小雪花似的。当初我就跟她说，书少读一点，去谈恋爱，多谈谈，只要保护好自己，无所谓的。出了事情，爸爸给你兜住。你看，像我这么开明的父亲很少见吧？丁总，来，您先喝点水。哦，谢谢。刚才听您讲了这么多，我想知道，您希望我们律所提供您什么样的服务呢？啊，这个简单。我想呢，让他们在结婚之前，把婚前协议签好。作为一个父亲，我要保护好他呀。老吴和我是10几年的兄弟了，他推荐的律师肯定是可靠的。小秦律师也在，那我是100%个放心啊。凭什么让秦师做联合律师啊？那是我爸的客户，我爸的关系，我爸找来的事情。嘘，小点声。刚才不商量好了吗？吃饭的时候可不能生气啊，伤身体啊。那我能不生气吗？你可千万别同意啊，让他有多远过多远。我同意了。为什么啊？秦师比我更了解丁总和丁芳芳。那丁芳芳又不是只有他认识，那我也认识，你干嘛不让我做你副手？第二，这丁总啊，以前离过4次婚，有3次是秦师做的代理律师，婚前协议都是秦师起草的。如果这次对方是冲着丁总的财产来，那协议没那么容易签。再说了，秦师以前是家庭部的首席，在这方面比我有经验。而且丁总在找我们之前也找过其他律师，但是都被丁芳芳拒绝了。丁芳芳的婚期也已经定了，就在下个月的9号。这么快？那不就剩下2周了？所以最后你能在2周之内说服丁芳芳吗？那我不管，反正这个案件我一定要参与，不接受罚。我同意，咱们先吃饭好了。一个婚前协议配备3个律师，唐总也答应了。秦律师，我也觉得3个有点太多了。但是我们俊辉说了，你现在需要工作，其他律师那儿呢你也插不上手，刚好委托人大家都认识，我就同意了。而且客户是我带来的，我同意，唐总也不会说什么。行，那丁芳芳那边由我来负责，男方就交给你们俩。哎，等一下，秦律师，不好意思啊，我提醒你一下，我现在不是你的助理律师了。俊辉呢是这个案子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以后不用麻烦你帮我们安排任务了。俊辉，我们晚上去跟芳芳还有她男朋友一起吃饭。秦律师，你先去忙吧，如果有需要，俊辉会通知你的。行。刚长牙就学会咬人。小师姐，芳芳，我听说你快结婚了，这么大事情你也不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呀？是我爸告诉你的呀，我可刚告诉他呀。哎，你别跟我岔开话题啊！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我，跟我一点都不好。不是当年我陪着你瞒着你爸去北京看演唱会的时候，你看看你。我错了。
你当面骂我行吗？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你喝杯咖啡。好，行，那一会儿见啊。哎，姚先生，你的简历我看过了，你的学历背景很出色，也符合公司的招人标准。不过还有点小问题，我想问一下你啊，您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4年前，我能问一下您离开最后一家公司的原因，以及这4年来您一直没有再找工作的理由是什么吗？因为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哈哈。大爷，我向你致敬啊！啊，你说你在创业也行，或者说你帮朋友做私人理财顾问也行，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呢？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求求你了，大哥啊！你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好不好？你把现在精英白领的伪装你穿一穿，说一些客套话听一听，这是你怼过的第几个人事经理了？我怎么帮你介绍工作？我不喜欢撒谎。你不喜欢撒谎，你撒的谎还少吗你？不喜欢为这些小事撒谎。小事？找工作是小事吗？啊？咱们现在金融行业多难找工作，你还以为是10年前吗？啊，你要不是有个 CFA 的证，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你知道吗？那现在怎么办啊？我不知道，别问我。那好吧。你干嘛去？回家，你既然帮不上忙，那我只能另想办法了。不是，哎，你就这么走了，不带威胁我一下的？哎，这么多年兄弟，你能帮的肯定都已经帮到位了。对不起。哎，华华，你看这样的，我这儿呢确实有个工作岗位，但是对你来说呢？我觉得肯定是大材小用嘛。你要是不愿意呢？我愿意。啊？你知道我给你介绍什么工作呀？坐。我对你的这个业务能力啊，我是一点不担心的。咱们有很多 VIP 客户呢，本身就是高学历、高收入，他的那些财经知识啊，有可能比你都多。但是这类人，一般的职场小白根本 hold 不住他们，所以我们部门最稀缺的，就像你这种高端人才，对接他们这种高端客户。但是大哥，我就求你一件事儿。收敛一下自己的脾气，好不好？你千万不要怼天怼地怼客户，千万不要去怀疑别人的智商。如果被这些难搞的客户给投诉了，投诉率一旦高了，不光我保不了你，咱们分行1个月的奖金都得砸锅，行不行，大哥？我就求你这一件事儿啊！放心吧，不会的。真的啊？别骗我。喂，你好，是王小吉王女士吗？您现在方便说话吗？啊，您是我们银行的 VIP 客户，今后我就是您的理财顾问杨华。啊，好，抱歉，王女士。你好，是许开许先生吗？啊，你好，我是银行的理财顾问。对，您是我们银行的 VIP 客户。这月薪过1万，神仙也能下凡啊！合生元奶粉激发内在保护力，宝宝皮实有活力，妈妈操心少。
和生源邀您精彩继续。老杨，哎，在这儿呢。不得了嘞！怎么了？咱们儿子居然去上班了，你看，你看。上班？上什么班啊？你确定这是咱儿子吗？哎呀，肯定是的呀！他现在在蔡亮的银行上班。蔡亮说了，他要找工作贷款。贷款？贷什么款啊？买房子呀。买房子？你说这个琴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臭小子前2个月还跟我说要老死在这个房子里，不工作、不交朋友、不买房子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爱情的魔力转圈圈，转圈圈。好了好了。哇，这也太气派了，哥！就这大会议室啊，那你再看这风景，哎呦喂，哥，你这跳槽跳的是真好啊，太对了。就这地儿，啊，咱不谈个几个亿的生意，那都亏了。那个菲菲姐，我那咨询费是不是也能再给我涨点？先别想着涨价的事，把活干好了。那就我办事你放心。资料呢？丁芳芳呢是在加拿大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曹宇任。这个曹宇任呢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精英。毕业于加拿大名校金融专业，毕业之后呢去了华尔街工作。另外，他比丁芳芳大10岁。我听芳芳说，他们是在艺术展上认识的。现在亚洲学生最喜欢办这种艺术沙龙了，都是小范围的，而且要朋友邀约才能参加。这个曹以任离过婚？是，以任是离过婚，还有一个女儿。可现在这个时代，结婚离婚什么的不是很寻常吗？你看我爸离4回了。你跟他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小师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认识曹以任的时候，他真的跟他太太已经分居了。他们俩呢是大学同学，毕业就结婚了。婚后，以任一直在顾自己的事业，忽略了家庭。等他再回头的时候呢，他太太已经有人照顾了。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像对待宝贝一样，把我捧在手心里。那他跟你爸爸应该有共同话题啊。我爸爸，在他眼里，所有男人接近我呢，都是因为我有钱。丁芳芳除了有钱，没有其他任何优点，也没有任何值得人爱的地方。曹以任跟他前妻离婚以后，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了他前妻，回国以后也放弃了大公司的高薪工作，干了一名房产中介。怎么样？一听就不是一般人吧？但是他只干了半年的房产中介就自主创业了，将房产中介加入了互联网的概念，打造了无门店低佣金的模式。他以前就是做金融的，所以首轮融资只花了7个月的时间就融到了1个亿。这种公司我记得国内有啊，他这算翻版？一开始是这样的，可是后来人觉得模式不对，及时改变了策略，增加了线下模式，而且放弃了竞争激烈的1线城市，开始从2线城市做起。目前线下门店应该有个100多家吧，是个很成功的商人。经济状况怎么样？那好得很，人家曹以任根本就不需要丁家的资金支持，而且丁芳芳的家具店还是靠人家的人脉才干起来的。小师姐，你看啊，以任他这么帮我，但我爸那么对他，我确实是有生以来第1回为他感到丢人。我觉得这件事啊，你们呢缺乏基本的沟通。你爸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你看这么多年，他也没少在女人身上吃亏，所以啊，这个事儿你也要体谅他。他对感情这个事儿也有阴影。那怪谁？谁让他那么对我妈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我妈是清醒了，为什么要在家里做怨妇呢？所以她跟我爸提离婚了。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婚姻
所以我对结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期待。我爸他老让我去谈恋爱，认识新的男孩，可是那些男孩呢，我真的一点精神都提不起来。我有一度甚至认为是不是我有问题，我精神不正常，所以我差点还约了心理医生。后来呢，我就遇到乙任了。他跟他们都不一样，从头到尾他都是在帮助我，给我关怀。他的事业也根本不需要我来插手，他完全可以去挑选更优秀的姑娘，可是他选择了我，小师姐，我觉得是我的幸运。那我爸他到底还想怎么样呢？好了好了，我不是来做你爸爸的说客的，我只是觉得呢，你看，结婚毕竟是个大事儿嘛，如果能得到父母双方的祝福，不是更好吗？所以，你想听听我的意见吗？我是觉得，如果你对于你们的爱情，还有对于曹一任这个人的人品足够信任的话，是不是可以以此为条件跟你爸爸谈谈生意呢？谈生意？你看，你爸这个人呢，那么擅长做生意，曹以任也是一个好的生意人。生意人跟生意人之间，如果找对共同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成为朋友。可他们俩有什么共同利益呢？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就是你呀。你们这的伙食这么好，你还每次浪费钱出去外面吃啊？伙食再好，吃多了它不也腻吗？啊，总得换换口味吧。对了，适应吗？挺好的呀，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怎么老看着我啊？就是他们为什么老看着我？我给你办入职的时候啊，没告诉别人你结婚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咱们干销售的，单身，方便一些。我跟你说，像咱们这个行业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阴盛阳衰。哎，特别像咱们行那些做柜的，都是一些单身的女职员。她们平时圈子又小，工作时间又长，不好找男朋友啊。像咱们行要来一些单身的男职员，只要长得不太丑，都非常抢手。你呢，就把自己开放一点，多交点朋友，合群一点。个体能力较弱，为了增加生存的几率，才会去抱团。而且人一生中能够认识人是有限的，无论你通讯录再长，能够长期保持联系只有20%，这也符合28定律。还有，职场也不是用来交朋友的，更何况我已经是结婚的人了，不需要别的社交。没希望了。我怎么想起来让你多交朋友？我错了，我的锅我背啊。小师姐，谢谢你，跟你聊完我心情好多了。也就是你了，我才肯说这些。之前他们找来那些律师呢，都把我给骂跑了。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小师姐，你让他会不会不高兴呢？其实他可以选择的对象很多的，可是我吧，要想再找到他这么好的，恐怕就难了。我觉得呀，生而为人呢，孤独是大概率事件，跟结不结婚没关系。能找到相爱的伴侣陪伴，才是小概率事件。只要明白这个道理，都会更加珍惜对方的。曹以任是失去过的人，所以我想，他一定懂得这个道理。你说的对，小师姐。以任也跟我说过，如果事业和家庭再出现矛盾，他一定会选择家庭的，因为如果家庭没有了，事业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凭他这句话，我才更加确信了，他会是我这一生的真爱。
喂，吃午饭了吗？没事啊。那正好，一起吃吧，我来接你。没关系，你跟我说你地址，我过去找你就好了。你好，一会儿见。好，拜拜。喂，干什么去啊？走了，去吃饭啊？你吃吧。哎，看起来不错呀，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习惯吗？没什么习不习惯啊，做好分内工作就好了。可是银行不是要跟很多人打交道吗？你这种社恐，我不是社恐，我只是拒绝一切无效的社交。但如果我的工作呢是要跟客户打交道，那我也一定能胜任。我想起来了，之前洛薇玉兰晚宴的时候，庞定芳都让你说的晕头转向的。杨华，你真的不用勉强自己的。如果你还要纠结这些问题的话，你就没有时间问我真正想问的问题了。要不是你这个人现在就在我面前看得见摸得着，我都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人类。夸我还是骂我？夸你。我真的有问题要问你，哎，你能不能用经济学的角度跟我评估一下真爱啊？那么你首先就要了解清楚真爱的标准是什么。你所说的真爱，我理解为只是纯粹的爱情，不涉及任何经济的爱情，对不对？没错。那么在现实世界里，你所做的任何决定，包括恋爱，都基于一定程度上的先见。即使是对恋人当下的物质条件不看重，那也会希望对方未来会比较有光明的前途。毕竟谁都不愿意爱一个看不见未来的人。所谓的潜力股就是这个意思。但这种考虑呢，是一切生物生存的本能。违背本能的爱情呢，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真爱本身就是伪命题？或许你可以理解为，即使是爱情也需要证据呢。那我就大概了解了。谢谢杨华，你真棒，给你盖个章。吃饭吧。这谁写的呀？写成这样，鬼才会签呢。怎么了？我看看。你没看过吗？这从头到尾就透露着2个字：傲慢。如果曹以任的资料都是真的，那芳芳找到这样的人，真是她高攀了。有吗？芳芳我还是挺了解的，她最大的优点就是特别有自知之明。她自己也说了好多次了，她家唯一的长板就是有钱。这曹以任各方面都是拔尖儿的，最重要的是他不缺钱。我觉得芳芳跟他在一起，他俩肯定是真爱。谁说为了钱就不是真爱？不为了钱就是真爱呀。如果用钱、外表、能力来评估的话，那能叫真爱吗？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的是，其实咱们是律师，不是牧师，没能力去辨别真爱。而且除了真爱，结婚的理由可以千奇百怪，无所不有，所以才有婚前财产协议啊。婚前协议保护的是财产，而不是感情。咱们要做的就是让男方尽快签字。从这一点上来说，不是真爱反而更容易。哇，这小姐是不是那天那？我觉得是真爱才更容易签字。你们俩签了吗？说案子的事儿，说这个干什么？别生气，我就随便问问。是吗？那我看你这么没心没肺、客观冷静的样子，你跟你先生签了？签了。你都结婚了？关你屁事。秦师，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这个案子以我们为主，你没什么事，你赶紧给我走。我累了，让我坐一下啊。我们因为这个争吵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就是。这婚前协议我可以起草，
如果丁芳芳愿意沟通的话，可以再谈。如果谈不下来呢？不是所有的委托都能谈下来的。错，不是所有的案子都能接，但接了一定要完成。本来呢，做律师又不是只是在漂亮的办公室里穿着整齐的套装，然后打打电话、打打字这么简单啊。怎么了？你女朋友怎么了？你说呢？我不知道呀，我又不是你女朋友。加油吧，加油！我也不是你女朋友，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最新消息：小公主和女王的决战，小公主落败。要我说，没事儿别惹女王，从来就没输过。不，我觉得女王现在的情况也不太好过，我们这些小喽啰还是少掺和。哎，我听说那个女王是驸马的前女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女王和驸马是华正校园 CP， 是人都知道。啊，这驸马瞎了吧？明明女王更优秀，干嘛要分手？你才瞎了！当驸马总好过自力更生的平民，懂不懂？你们这些庸人，当初明明是女王甩的驸马，好不好？女王果然是女王啊！这么说来，这小公主是因为自己男朋友打抱不平，才跟女王对着干的。这还没过追溯期吗？我又相信爱情了。我去帮走了，你快回去吧。爱情。婚前协议保护的是财产，而不是感情。咱们要做的就是让男方尽快签字。从这一点上来说，不是真爱反而更容易。哥，我觉着人家小姐姐说的对，咱们确实应该积极一点，要不然我去查查这个曹家镇老底吧。去吧，资料带着。哦。嗨。哎，你找我？你这办公室还挺特别啊！门带上。哎，你叫什么呀？我叫齐大刚，你也可以管我叫刚子。嗯，刚子哥。哎，你是调查员？算是吧。就是帮朋友排忧解难，然后提供各类信息咨询。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啊？你有钱赚吗？只要你够好，肯定有钱赚。那妥了。啊，那个，借你刚才一句话，不是所有的要求我都能够达到，但只要是我答应的，我就一定能办得到。
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注意安全啊！小心点，小心点，小心。人没事吧？啊，没事。小心点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加油！你被人投诉了，你知道吗？我被谁投诉？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有人投诉你绊倒了一个女职员。这种事你信？当然不信了。哎，我跟你说，就刚才那个信贷部那个老大跑我这来说，他们部那个小珍被人绊倒了，哔哩吧啦和我说一大堆。你也知道，这个信贷部天天说话就是拿鼻子看人，我能给他这面子？但是最主要的，我要保我兄弟，是不是？我当场就带他去看视频监控了。谁小珍啊？就是咱们行长得最好看那个。哎呀，就是在你面前摔倒的那个。哦，是他跟你说我绊倒他。哎，那人家也没这样说。但是呢，我去看监控了，这么好看的一个姑娘，在你面前吧嗒摔倒了，你连扶都不扶。我要不认识你，我也觉得你是神经病。我可跟你说，这个小珍是咱行里的行花，人好看，嘴又甜，人缘可好了。哎，她来了之后呢，咱们整个全行的单身小伙子都疯了。但这个小姑娘特别好，人家不乱谈恋爱的。你这私生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能不能直接讲结论？结论就是你能不能对别人好一点啊？你看看你自己，你这冰山一角，人家那里春风得意的，谁不希望自己的部门有一种那种人啊？我看着都赏心悦目。你是不是想把人家调到你的部门？可说呢，但人家不愿意啊。你干嘛？给你老婆买礼物。不是，你给我老婆买什么礼物啊？这一个吹风机3000多啊！从你账户里扣。凭什么从我账户里扣啊？条件反射，你一夸别人女孩，我就想给你老婆买礼物；一夸就想买，我忍都忍不住，真奇怪。不是，你是我朋友啊啊！我夸她，我完全是为了工作，好不好？她多适合销售啊啊！另外，友情提示，在公司不要对女同事太客气，要时时刻刻记得你是已婚身份。OK。恩将仇报。婚姻未始，义薄云天。记住了吗？不好意思，打扰了。太认真了吧？没事吧？什么没事没事，进来也不说一声。那么大声你没听见？是你说了，看什么？我脸上有资料啊，看我干什么？要拿资料自己拿，然后拿完赶紧走，忙着呢。很忙吗？忙。忙就算了。本来想和你一起商量一下那婚前协议的起草。哎呀！忙什么忙？一点都不忙。什么婚前协议是吧？走吧。你先走。走。客气。哎，对，我们这个理财产品买的人很多的，如果你想要的话，我给您留点。哎，你要多少？正好帮我分一分。哎，可以。你要多少？啊，58000，可以。对。哎，什么人啊你？哎，不好意思，没说你。哎，你是客户不新来的那个吧？你有看到我发到群里头那个链接没有？投票的那个，就这个。你帮我儿子投个票呗，他是5号。就这个，帮忙投一下，我发到群里了。
很明显1号比5号好啊。可是我儿子是5号呀，1号我记得公司好像有规定，不给群里面发那个私人消息。哎，杨华，最近我们分行的张老师骨折了，所以我们打算凑份子呢，给去探望一下他。你看你要不要？哦，但我刚来，我不认识张老师，我就不参加了吧。行，好吧，好吧。蔡经理。神经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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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神经病！你倒霉了！你倒霉了！你要我，你倒了血霉了！你倒霉！倒霉！我也倒霉了！我神经病！我找你进来干嘛？谢谢，再见。哎，杨华，下个季度工作计划你交了吗？你没通知我。哦，可能是我忘记说了。你现在做一下，赶紧交给我。哦，我下班了，明天交给你吧。哎，不行，今天一定要做完，赶紧啊！对不起，我做不了。你没事先通知我，现在出了问题，我来工作不是替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自己解决吧。喂，你好，哪位？喂，是我是秦师妈妈。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怎么不在家啊？我在你们家门口呢。我马上回家。哎，小杨，来把这个也拿过去。好。塑料袋子就放在水斗里啊。哦。嗯。我呀，今天到药店去买药，顺便给你们也买了一点。喏，小诗这个孩子呀，总是把药放过期了，万一有个病呢？啊，总得备着点。一会儿你都给收到那个抽屉里啊。谢谢妈。那个秦师他工作回来都比较晚，可能。我知道，全世界他最忙了，我又不是来找他的。哎，我就是到家里来看看的呀。哎，我先去打个手啊。好嘞，好嘞。你妈来我们家了。她来干什么？送吃的。那你一定要好好吃。我妈这个人最讨厌挑食的人了。杨华给秦师做爱心便当，秦师戏称说大肆还俗，居然不是青菜豆腐这些素的东西了。那么，如果现实生活中两个人吃不到一块儿，这恋爱还能长久吗？两个人在一起啊，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能在一起吃多少顿饭，我们怎么吃饭。通过吃饭，我们在问你是不是能了解我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些了解的背后，其实是我们在协调生活习惯的过程，以及我们在追问你可以为我调整妥协到什么程度。我自己有一对朋友啊，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山西人，他们结婚10年以后选择了离婚。离婚是双方都抱怨这10年来没吃饱过饭。后来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才知道，山西人喜欢吃面条，如果一天没吃面条，他就觉得没吃饭。但是对上海人来讲，面条可能1个月吃1、2次就够的了，一天没吃米饭都吃面条，他就会觉得吃不饱。所以吃饭这件小事背后涉及到的是两个人有没有长期相处的能力的问题。当你也遇
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你一定要区分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不是触及到底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真的是底线，我觉得吃饭这个事情无比的重要，那我们就需要去考虑结构性的调整。我们分手可能也是个选择。但如果它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寻找第三条道路。我们能不能在更大的层面上找到我们生活习惯能够去吻合或者妥协的方法？比如说以周为单位啊，工作日咱们各自吃喜欢的，周末我们俩一起吃顿好的，还是说以天为单位，中午吃米饭，晚上吃面食呢？甚至我们还可以带对方去做特别好吃的你喜欢的餐厅，说不准时间一长，对方也会喜欢上你喜欢的食物呢。所以请记得，每次遇见事情，可能我们都会有第三条道路。关系。